柬泰军队突然在边境交火，第一枪已经打响，泰军 F-16跃进空袭，又一场大战一触即发。泰国与柬埔寨军方证实，两国军队在泰国素林府与柬埔寨奥多棉吉省交界地带交火，但对于到底是哪一方先开枪，双方现在说法不一。泰国军方声称，该国边防部队在达蒙通寺边境地区听到了无人机在空中盘旋的声音，随后发现了有6名柬埔寨士兵在靠近己方哨所前的铁丝网，泰方随即进行喊话交涉，柬埔寨士兵率先开火，双方随即爆发武装冲突。柬军使用了包括火箭筒在内的武器，造成了泰军2人受伤。柬埔寨则称是泰国军队先开枪，挑起了冲突。此次的事件是两国边境纠纷的延续。柬泰两国在817公里的边境线上有多处争议地区，达蒙通寺就是其中之一。国际法院已经将这一寺庙与附近部分土地判给了柬埔寨，但泰方一直没有放弃对这一地区的主权诉求。双方之前已多次围绕此地归属问题爆发武装冲突。乌军对莫斯科做出大规模反击，泽连斯基用行动告诉普京，乌克兰依旧有能力打下去。乌第一架幻影2000陨落，马克龙的脸色不好看，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咱们接着往下看。21号夜至22号凌晨，俄军向乌克兰发射426架无人机和24枚导弹。乌军宣称拦截率惊人，200架无人机被击落，203架因干扰失效，24枚导弹全部击落。乌方指控俄军空袭目标包括征兵办公室，意图破坏动员。为应对乌议员透露将设立移动征兵中心，泽连斯基强调进攻才是最佳防御，要求扩大国产无人机和导弹产量，誓言覆盖俄境内所有武器生产基地。同日，乌军对俄境内发动反击，其中重点打击目标包括俄首都莫斯科。泽连斯基用行动告诉普京一个道理：乌克兰依旧有能力打下去。根据俄国防部的通报，俄方分别在20号及21号击落172架和117架无人机，2天在莫斯科上空均击落30架。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在莫斯科主要机场引发混乱，大量航班被迫取消或延误，数千名乘客排队等候。莫斯科、圣彼得堡等一些俄罗斯主要大城市现在早就不是什么安全区了。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什么时候来都不会令人感到意外。5月9号胜利日阅兵前一周，乌克兰就曾连续2天对莫斯科发动高强度无人机袭击，派出超过100架无人机。莫斯科4大机场当时是直接暂停运行了，后来为了保证阅兵式万无一失，莫斯科甚至一度全程断网。言归正传，俄乌互相发动无人机袭击的同时，两国新一轮的谈判时间和地点也定下来了。泽连斯基宣布，双方代表团将在23号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第3轮直接谈判。两国在新一轮谈判开始前大打出手，其实有迹可循，因为6月2号举行第2轮谈判前，双方就是这么干的。乌克兰发起蛛网行动，117架无人机渗透至俄罗斯后方，摧毁俄军多架战略轰炸机和预警机，俄罗斯战略航空兵损失近30%。随后，俄罗斯发起猛烈报复，发射超过300架无人机和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对乌克兰全境进行系统性打击，重点打击其能源、交通和工业设施。在互相袭击的背景下，俄乌自然在6月2号的谈判中也谈不出什么结果，除了达成有限的战俘和士兵遗体交换外，没有达成关于停火的任何进展。双方无非就是各说各话。说白了，普京认为自己有能力打下去，并非现在就不得不停手。而这次双方在第3轮谈判前的大打出手，或许也预示着同样的会谈结果。两国继续讨论新一轮的交换，至于关键的停火和谈则毫无进展。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说得很直接，我们这边的议程很明确，大家都清楚，真正有效的谈判只能在最高层面进行。泽连斯基喊话让普京跟自己谈，但他很清楚，除非自己屈膝投降，全面接受俄罗斯给出的停火条件，否则普京是绝不会跟自己谈的。道理很简单，普京之前一直在讲泽连斯基是非法总统，要是真跟泽连斯基见面，而且是以领导人会晤的方式进行，那么就相当于间接承认泽连斯基的执政合法性。俄罗斯这边其实根本上也没有什么谈判诚意，前2轮谈判的俄罗斯代表团团长都是负责文化事务的俄总统助手梅金斯基，而根据克里姆林宫的说法，第3轮谈判的代表团成员不会有任何变化。乌克兰和欧美均认为，俄方派出低级别官员出席和谈是没有诚意的表现。这么说其实没有什么问题，俄总统助理这个官说大可大，说小也可小，完全取决于其分管的领域。目前俄罗斯总共有10位总统助理，
分管10个不同领域，比如之前经常提到的普京接班人候选9名，他就是分管国防工业的总统助理，在战时权力很大。相比之下，梅金斯基作为一名分管文化、历史保护领域的总统助理，在核乌谈判开始前根本就没什么在外的名声。正常来说，如果普京政府真的有诚意来谈停火，那么谈判代表团团长应该是俄外长拉夫罗夫、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分管外交政策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中的一人。综上所述，不论是俄乌之间互扔无人机，还是俄方谈判代表团的人员组成，以及泽连斯基的表态，基本上都预示着第3轮俄乌谈判不会有什么突破性进展。之前特朗普给俄罗斯留了50天倒计时，并警告俄罗斯，若不能在50天达成停火，那么就对俄罗斯加征100%关税和2级关税。第3轮谈判结束后，就将进入40天倒计时。理论上来说，这个时间还足够安排，让俄乌进行第4轮甚至第5轮谈判。因此可以重点关注一下本轮谈判结束后，双方是否会为下一轮谈判做铺垫。自2024年8月乌军 F-16机队成军以来，已经接装了小几十架的战机，并将其用于拦截俄军巡航导弹，以及在前线的对地支援作战中，目前已知的损失数为4架。而除了 F-16战斗机外，乌克兰空军实际上还得到了另外一款现代化战机幻影2000战斗机。这款战斗机的名号大家肯定不会陌生，就在2个多月前的印巴空战中，印度空军就有1架幻影2000被击落。当然，在阵风顶大头的背景下，幻影2000和另外2款格机的战损似乎都不算个事儿了。但跟家大业大的印度空军相比，乌空军手里的现代化战机本就为数不多，损失任何一架都是很心疼的。可在7月22号，乌空军损失了第1架幻影2000战斗机。按照乌克兰军队的官方说法，这架幻影2000是在执行飞行任务时发生了机械设备故障，飞行员在报告了相关情况后成功跳伞逃生，搜救队找到了飞行员，同时地面无人员伤亡。目前已成立了特别委员会调查此次事故的详细原因。目前网上有乌克兰人在地面拍摄到的飞行员跳伞视频，而且显示事故发生地在沃伦州。沃伦州位于乌克兰西北部，北与白俄罗斯接壤，西与波兰接壤。在俄乌战争爆发前，沃伦州有100余万人，当地组建有100领土旅，这个旅目前已升格为第100机步旅，并换装有黄鼠狼步战车和 M2A2 步战车，既是乌军领土旅升格正规军的独一份，也是目前乌军装备最好的旅之一。由于距离前线足够远，所以乌克兰的空军多集中于西部地区驻扎，甚至是在邻近的波兰机场驻扎。在需要参战时再飞过来作战。乌军在解释幻影2000坠毁时曾说该机在执行飞行任务，而没有说是作战任务。不过目前乌军对该机的定位是主要拦截俄军的巡航导弹，并在机会合适时执行对地对海打击任务。鉴于该机出现在沃伦州上空，那么很有可能是执行拦截俄军来袭巡航导弹的任务，有可能与 F-16 类似，遭波及战损。俄方所说的击落大概率也是指的此类，但不管什么原因，这第1架乌军幻影2000战机的损失确实实锤了，而且也是跟第1架 F-16 一样，出师未捷身先死。在事故发生后，很多人都觉得飞行员没事就好，损失的不过是战斗机，而战机很好补充。对整个欧洲来说，1、2架战机当然好补充，可对于乌克兰来说，损失任何1架战机还是比较肉疼的，因为欧洲所支援的数量显然不算多么充裕。这幻影2000的支援还得看马克龙怎么横跳，毕竟法国人的对乌支援是带有极大投机性的，一时兴起想要做些文章时，就给些典型装备做样子，甚至还不惜凑出了第155机步旅，这个法械旅到前线丢人。幻影2000的支援同样如此，很大程度上要看马克龙想要做怎样的文章，只有在其变色前真的拿到了战机才是实的。而乌军真正拿到手的幻影2000不多，在这种情况下，战机无所谓，真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如果真是无所谓，再调个10架8架的，估计就是法国人绷不住了。